你是否在会议室里遇到过那位领导，或者在社交媒体上遇到过那位引用马可·奥勒留的网红，却把他的团队当作齿轮上的一次性零件？当上级使用逻辑和理性作为坚不可摧的盾牌来为纯粹的残忍辩护时，你是否感到那种深深的胃部不适？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现代疲惫，在那里你被引导感觉自己疯了，仅仅因为期待最起码的人类体面。他们戴着不可动摇的冷静面具，声称是斯多葛派，但他们的行动留下了焦虑、职业倦怠和困惑的痕迹。你看着他们并自问，真正的力量是这个样子吗？他们称之为情绪控制，但在内心深处，你的直觉在尖叫。这不过是披着古老哲学外衣的粗俗、自私。让我现在就证实这种感觉。你并没有过于情绪化，肯定也不因为感受到他人的冷漠之重而软弱。你在这些有毒环境中感到的痛苦和困惑，不是你性格的缺陷，他们是对扭曲现实的理性反应。你遭受了哲学上的煤气灯操纵，被引导相信你的同理心是一个可耻的负债，而他们的情感萎缩却被当作最大的资产来兜售。这种动态造成了一种内部混乱，你在那里如履薄冰，在试图模仿这种表演性的冷漠，这让你感到虚假或表达你的挫折感，这让你被贴上不稳定的标签，之间摇摆。这是一个被操纵的游戏，设计用来让你感到渺小，以便他们能感到伟大。一切都在一种优越智慧的虚假借口之下。但今天我们要一块一块地拆除这个门面，把理智还给你。我们不在这里攻击斯多葛主义，而是要从那些将其扭曲为操纵工具的人手中拯救它。我们将称之为兄弟斯多葛主义或门面斯多葛主义。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穿越权力的5种扭曲，以揭示真正的哲学应该如何在实践中运作。我们将转变你的理解，将隐藏不安全感的脆弱盔甲观念换成支撑真正领导力的坚固脊柱。最后，你将拥有清晰度来区分一个用隐语来隐藏自我的自恋者和一个用智慧来服务的真正领导者。准备好掌握区分骗子和哲学王的5种真实实践。现在，在我们开始解剖这些扭曲之前，我希望你对自己这种进化做出承诺。真正的哲学不是被动的，它是一种刻意的行动。如果你厌倦了伪装，并准备建立真实和人类的力量，现在就留下你的赞并订阅频道。而且更重要的是，去评论区并声明我的力量服务于善。现在就写下这个。这不仅仅是一个评论，它是构建你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领导者的新身份的第一块砖。公开声明这一点，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这种不适的解决方案不是放弃哲学，而是净化它，将金子从泥浆中分离出来。我们需要对抗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兄弟斯多葛主义的东西，这种在企业界和硅谷泛滥的斯多葛主义的肤浅、稀释和商品化版本。他们都受这种千年智慧，好像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力、生活黑客技巧，一个为了利润或权力而删除良知的方便借口。但真正的斯多葛主义不是制造功能性反社会者的工具，它是为社会正义和公民义务设计的复杂的心灵技术。让我们现在就进行一次战略性的重新框架，忘记冷漠作为美德的想法。冷漠只是冻结的恐惧，我们在这里寻求的是战略性的坚定。这不是关于情感的缺失，而是关于反应性的主权管理，以便你可以带着荣誉行动，即使被无能所包围。让我们深化这个新视角，用共感这一重要概念取代虚假的冷漠。假领导者认为成为斯多葛派就是不关心他人的痛苦，将心理平静与道德冷漠混淆。真正的重新框架教导我们，真正的领导力是一种专注于共同利益的无声的自我掌控练习。想象一下一块惰性的岩石和一座水坝之间的区别。岩石只是存在并忽视水，但水坝承受着成吨的压力，引导这种原始力量产生能量和生命。滥用权力的领导者是粉碎一切的岩石，真正的斯多葛派是支撑一切的水坝。你的力量不应该服务于将你隔离在智力优越的象牙塔中，而是要使你有能力在人类的混乱中航行而不被淹没，为你周围的人提供稳定性。为了锚定这一真理并让虚假的先知沉默，我们回到那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马可·奥勒留。
他不是一个寻求认可的数字网红，而是罗马皇帝，一个可以凭一时兴起处决任何人的男人。然而，在他的私人日记中，他并没有写关于如何控制他的下属或忽视他们的痛苦。相反，他对自己重复无限耐心和善良的必要性，提醒对蜂巢无益的事，对蜜蜂也不可能有益。如果古代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使用斯多葛主义来阻止自己变得残忍，并以谦卑服务人类，那么一个现代老板有什么权威使用这些相同的词语作为滥用的许可证？没有。真正的古代智慧是现代傲慢的解读剂。现在让我们解剖这种有毒领导力的解剖结构，并重建它。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清单，这是你恢复道德权威的地图。准备好穿越权力的5种扭曲，发现被向你隐瞒的真相。你在现代企业界遇到的第一条扭曲规则是情绪是弱点的想法。那个贾斯多葛派，那个看起来像机器人的老板，都受这样的叙述：为了变得专业，你需要谋杀你的人性。他混淆了不动心，希腊语中只没有破坏性激情的平静和心理和平，与简单的冷漠及无法关心。他说：别往心里去，这只是生意，同时摧毁某人的自尊。他使用这条规则来屏蔽内疚，说服自己和你。他缺乏同理心是精神进化的标志，而实际上这只是性格缺陷。这在你内心产生的冲突是毁灭性的。你开始觉得你的情感仪器有问题。每当你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事感到同情，或对不切实际的目标感到沮丧时，你脑海中的一个声音，由这种有毒文化植入，就会说：你很弱，你没有控制力。你试图压抑这些感觉，吞下眼泪或愤怒，试图把你的心变成石头，但身体不会忘记。这种压抑变成了胃炎，变成了失眠，变成了肩膀上持续的紧张。你与自己作为社会和同理心生物的生物本性做斗争，相信你需要成为一个反社会者，才能在权力的游戏中成为一个赢家。为了打破这种幻觉，想象一下敞开大门的堡垒的隐喻。贾斯多葛派试图成为一个封闭的混凝土掩体，没有窗户，没有东西进入，也没有东西出去。他以为他是安全的，但他只是窒息和孤立的。真正的斯多葛派是一座宏伟的堡垒，坚固且不可动摇，但大门对贸易和人民敞开。结构坚固不是为了隔离，而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人。真正的不动心是堡垒墙壁的稳定性，它允许生命在里面安全的发生。它并不阻止你去感受，它阻止你在你所感受的事物面前崩溃。你不需要关闭同理心的大门来变得坚强。要明白，最伟大的斯多葛派不是隐士，他们是深深卷入公共生活的将军、参议员和皇帝。他们感受悲伤，感受背叛，感受责任的重量。区别在于，他们不是这些情绪的奴隶，他们感受、处理并以美德行动。塞内卡在失去朋友和面对流放时，并没有说这不重要。他说，悲伤是自然的，但我们不应该溺死在其中。你老板的冷漠不是斯多葛主义，是情感上的懦弱。他害怕，如果他开始关心，他就无法停止。因此，你的新权力规则是：真正的力量不是感觉的缺失，而是尽管有感觉，仍能正确行动的能力。通过拒绝冷漠，你对有毒系统变得危险，因为你变成了一个关心的领导者。而一个真正关心的领导者激发的忠诚是任何暴君都买不到的。当你拥抱你的人性，并将其用作指南针而不是锚时，你停止试图成为一台机器，并开始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或女人。这是共感的基础，与整体的有意识连接。第二种扭曲是对外部控制的狂躁痴迷。滥用权力的领导者在他的傲慢中相信他可以，而且应该让现实屈服于他的意志。他因为市场的波动对团队大喊大叫，他在混乱的场景中要求绝对的可预测性，并惩罚坏消息的信使。他误读了控制的二分法，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足够的喊叫，他就可以控制不可控的事物。他试图成为每个人生活的编剧、导演和主角，创造一个令人窒息的微观管理环境。
身处其中的你，生活在一种永久的焦虑状态中。冲突的产生是因为你被要求对不仅仅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复杂的外部变量的结果负责。你内化了对天气、经济、客户情绪以及那些超出你职权范围的事情的责任。当事情出错时，这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你会觉得你在道德上失败了。你试图用手抓住沙子，抓得越紧，沙粒就越从指缝中流走。这种试图控制外部世界以取悦一个妄想的领导者的徒劳尝试，是通往精神崩溃的最快途径。让我们使用斯多葛派自己使用的经典弓箭手隐喻，但加上必要的修正。弓箭手对训练弓的质量、弦的张力、呼吸、瞄准和射击的确切时刻有完全的控制，但是在箭离开弓的那一瞬间，控制就结束了。一阵风可能会使箭偏离，目标可能会移动。有毒的领导者是对风大喊大叫并侮辱箭的弓箭手。斯多葛派领导者是那种痴迷的专注于射击的卓越性，平静地接受结果，并立即准备下一支箭的人。这个暴君老板的根本错误是将他的个人价值和他团队的价值仅仅与击中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与过程的质量联系起来。他创造了一种恐惧文化，没有人敢冒险，因为错误是致命的。真正的斯多葛控制是内在的，它是专注于100%属于你的东西，你的行动，你的意图，你的道德，并发展出对外部事物的积极接受的纪律。当你明白你只控制你自己的努力时，你就从结果的神经症中解放出来了。你变得不可动摇，因为你的验证来自内部，来自知道你已经尽了绝对最大的努力。拥有这个真理，你不负责最终结果，你负责你的表现。如果你的领导者不明白这一点，他就是一个与自然对抗的傻瓜。通过采取这种姿态，你反而增加了你成功的机会。没有恐惧的瘫痪和不可能的控制的紧张，你会流动得更好，决定得更好，工作得更好。自我掌控是唯一真正的权力形式。试图控制他人只是奴隶制的一种嘈杂形式。暴君是所有人中最大的奴隶，被世界必须服从他的需求所束缚。我们到了第三种，也许是最阴险的扭曲，将智力用作羞辱的武器。硅谷的兄弟斯多葛派喜欢用冰冷的逻辑来拆解他团队的情感论点，因为是理性的而感到优越。他将企业等级制度视为他本体论优越性的证明。他相信，因为读过塞内卡或拥有高职位，他就是某种超人，而其他人是需要被放牧或牺牲的羊。他扭曲了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来为自恋的精英主义辩护。对你来说，这创造了一种隔离和不适的环境。你觉得你的贡献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们以完美的电子表格形式呈现并剥离了人性。这里的内部冲突是人群中的孤独感。你看到人们被当作资源对待，而不是伙伴，并开始疏远以保护自己。你硬化你的心，以免被他的傲慢所伤害，但这样做，你失去了与同事的连接，这是唯一让工作变得可忍受的东西。你开始相信智力是善良的对立面。想象一下马可·奥勒留带来的人体隐喻。他说，我们是为了合作而生的，就像脚，像手，像眼皮。傲慢的领导者表现得好像他是大脑，而团队的其余部分只是待剪的指甲。但是在真实的斯多葛派视野中，如果你伤了脚，整个身体都会跛行。没有腿的移动性，大脑的智力是无用的。有毒的领导者是一个癌细胞，为了独自生长而消耗有机体的资源，最终杀死宿主和他自己。斯多葛派领导者明白他的功能是服务于整个身体的健康。希罗克勒斯，另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提出了关注圈的想法。普通人只关心自己，智者试图在他的一生中将圈子向内拉，将家人视为自己，将朋友视为家人，将陌生人视为朋友。傲慢的领导者做相反的事情，他把所有人都推出去，将自己隔离在他的自我中心。他利用知识在他和他人之间挖掘一条护城河。真正的智慧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如果你的哲学让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那不是哲学，是自我。这里强有力的结论是，真正的优越性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智力上的。利用他的智力来提升周围人的领导者是唯一值得效忠的人。当意识到我们都是同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时，
小气的竞争就失去了意义。你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拒绝傲慢的等级制度，采用服务的等级制度。真正的哲学王是那种即使可以坐在宝座上，也会下来为他的士兵洗脚的人，因为他明白没有他们，他什么都不是。第4种扭曲是对不必要痛苦的美化，即著名的披着罗马长袍的奋斗文化。有毒的领导者扭曲了抵抗的美德来为剥削辩护。他说，斯多葛派忍受痛苦，并利用这一点来强加非人的工作量、不可能的期限和不健康的环境。他将团队的职业倦怠视为性格软弱，并将他自己的视为荣誉勋章。他相信生活应该是一场不断的强行军，休息是给弱者的。他将任性变成了企业受虐狂，这对你的影响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你觉得你做的永远不够。如果你睡8个小时，你会感到内疚；如果周末休息，你会觉得你落后了。内部冲突在于恢复的生物学需求与为了耗尽而存在的社会压力之间。你开始浪漫化你自己的痛苦，认为压力大是重要的同义词。你正在被训练成为一头以自己承载的重量为荣的负重骡子，直到你的膝盖屈服，你被替换的那一刻。让我们用皮革和盾牌的隐喻来纠正这一点。皮革需要被鞣制和加工才能变得有抵抗力，是的，但如果你过度拉伸它，它就会撕裂并变得无用。盾牌是为了在战斗中承受打击而制造的，但没有理智的战士会整天用锤子敲打自己的盾牌，只是为了测试抵抗力。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要忍受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不是创造不可忍受的事情。塞内卡警告说，对待身体的严厉程度应该仅足以让它服从思想，而不是被思想摧毁。为了生产力的名义摧毁你的健康是最反斯多葛的态度，因为它违反了自然的第一法则，自我保存。滥用权力的领导者忘记了塞内卡和马可·奥勒留，甚至为当时的奴隶辩护人道待遇，提醒他们是命运法则下的奴隶同伴。如果一个古罗马人有体面在一个奴隶身上看到人性，现代经理有什么借口把正式员工像一次性垃圾一样对待？斯多葛式的坚硬是防御性的，是对生活风暴的准备，而不是一种持续自我鞭挞的生活方式。美德在于努力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其自杀式的强度。采取这种新姿态，真正的抵抗力是知道休息，以便改日再战。对滥用的要求说不是软弱，是节制和智慧的表现。你得到的报酬不是为了受苦，你得到的报酬是为了产生价值。如果你坏了，你就不能产生价值。真正的坚硬是有勇气在一个从你的疲惫中获利的世界里建立健康的界限。斯多葛派领导者像守护者一样凶猛地保护他的精力和他团队的精力，因为他知道一支疲惫的军队是一支战败的军队。我们到了最后的扭曲，所有其他扭曲的根源，伪装成伟大的膨胀的自我。滥用权力的领导者在他内心深处相信他是宇宙的中心，他读斯多葛主义是为了感觉强大，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不朽的皇帝。他以公司、品牌或追随者的形式为自己建造纪念碑，对被遗忘的想法感到恐惧。他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并将任何异议视为个人冒犯。他利用哲学来屏蔽他的自我，而不是溶解它。这是合理化的上帝情节。你面对这个巨大的自我，感到自己被缩小了。环境围绕着这个领导者的持续验证旋转。你学会了不提出可能掩盖他光芒的想法。内部冲突是对你的创造力和声音的压制。你看到错误正在被犯下，看到船正驶向冰山，但害怕警告船长，因为他正忙着欣赏他在水中的倒影。生活在另一个人自我的阴影下是令人窒息的，就像生活在一个剧院里，那里只有一个演员，其余都是布景。摧毁这种幻觉的图像是罗马凯旋。当一位胜利的将军在罗马游行，受到人群欢呼时，一个奴隶站在他在战车后面，在他头上举着皇冠，并反复低语 Memento Mori， 记住你会死，记住你只是一个人。斯多葛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激进谦卑的实践，是仰望星空并意识到我们的渺小，是知道很快
记住者和被记住者都会消失。滥用权力的领导者忘记了他会死，他活的好像他是永恒的。死亡是伟大的平衡器。斯多葛派领导者拥抱他的必死性，不是为了抑郁，而是为了优先考虑真正重要的事情：美德、性格和对他人生活的积极影响。他知道他的利润、他的职位和他的奖项将被抛在脑后，唯一留存的是他如何让人们感觉以及他实践的正义。这种对有限性的意识消除了傲慢。当你这儿知道两者都有相同的最终命运时，你怎么能觉得比别人优越？死亡让残忍变得荒谬，让善良变得紧迫。因此，最后的教训是战略性的谦卑。不要被那些自以为是神的人吓倒，他们只是等待中的尘埃，就像你一样。真正的领导力源于对我们共同脆弱性的理解。当你带着时间短促的意识去领导或影响时，你不会在权力游戏、滥用或自我上浪费时间，你专注于建立值得的东西，人性且真实的东西。斯多葛主义最大的力量不是让你无敌，而是让你真实，意识到你的终结，因此深深地致力于当下。现在你拥有了精确的镜片来看穿企业的迷雾，那种以前吓唬你的计算过的冷漠，现在显示出它的真面目。那是成年人身体里受精的孩子们穿的纸板盔甲，绝望的渴望控制。你一劳永逸地明白了，真正的斯多葛主义不是人性的压抑，而是通过纪律、勇气和正义来提升人性。现在的选择坚定地掌握在你的手中，继续成为这些扭曲叙述的受害者，还是承担起真正哲学王的披风。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为了感觉完整而打碎别人的老板，迫切缺乏的是作为脊柱服务的领导者，承受混乱的重量，以便其他人可以成长。不要渴望成为一块无感觉的岩石，渴望成为风暴中的安全避难所。如果这个信息与你内心已经感觉到的真理产生了共鸣，将这个智力洞察转化为具体的、立即的行动。不要让这个视频仅仅成为你消费并在5分钟后忘记的另一个数字噪音。现在就订阅频道，继续磨练你的思想，以对抗现代世界舒适的谎言，并与那位需要知道自己没有疯的同事分享这个内容，甚至匿名发送给那位老板，作为一个无声的信号，表明你看穿了他的面具。为了封印你对这种新领导形式的承诺，我希望你在下面留下评论，用这句话定义我们今天的军团：真正的力量是保护。通过写下这句话，你公开声明你拒绝自我的暴政，并拥抱美德的最高权威。最后，要知道到达这里，在视频的这一秒，将你置于一个罕见且极其精选的少数群体中。大多数人已经在最初几分钟放弃了，被通知和廉价的多巴胺分心，无法维持深度自我转变所需的专注。你留下了，你抵制了退出的冲动。这证明你已经拥有了那些假领导者在演讲中只是假装拥有的内部纪律。我想看看谁是组成我们基础的真正斯多葛派。也评论我留到了最后，以便我可以认出你的名字，并让我们的社区看到寻求真正智慧的人的密度。美德的道路是陡峭的，但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你不需要独自前行。保持你的脊柱直立，你的思想敏锐，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性。直到下一次。